全人类的未来会因为一些微小的片段而改变，就像著名的蝴蝶效应一样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。有一个片段大家一定听过，是一个现象级的文化因子，叫做江南 Style。这首歌描述了一位屌丝男士因为虚荣心作祟，模仿各种上流社会行为的可笑举动。洗脑的曲调，强烈的电子配乐，滑稽可笑的舞步，看了一遍就上头。有一段时间，连路边的小孩都会唱。虽然小孩可能不知道歌词是什么意思，类似的文化因子数不胜数，像这只秋田犬 Nice 动图 Nice 小强你不能死的电影梗。小强你怎么了？小强你不能死啊！他们就像病毒在网上疯狂传播。这些东西的本质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说我们的未来与他们紧密相关？有关这个颠覆传统认知的理论，我们还得从头说起。时间要回到1976年，英国著名生物学家理查德·道金斯出版了一本划时代的书《自私的基因》。在书中，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：基因的目的就是不断地复制自己，为了生存，基因会不择手段。生物的本质就是基因的容器。这个理论已经很惊人了，但是道金斯还阐述了一个更惊人的理论。他说有一个和基因很像的东西，目的也是繁殖自己。道金斯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做魔音。魔音是什么？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不信。魔音就是你妈喊你回家吃饭，是大型打脸现场真香梗。王子就饿死，死外面从跳下，不会吃你们一点东西，真香！哎呀，是告诉老莫我想吃鱼了的桥段。老莫告诉他我想吃鱼了。魔音是一个一个的文化遗传因子。一个典型的魔音到底是什么？举个例子，我们高年级学生是你们最好的老大哥。这是几年前在哔哩哔哩上爆火的一个经典段子。原始段子来自一段日本电影《啊海军》。海军学校4年级学生给新生们办了一个迎新会，借此机会给新生讲讲学校历史，主要是给新生立立规矩。我上大学那会儿也有这种东西。从你那儿开始，福冈县县立东多中学学生听准应聘。好，下一个东京府府立第一中学片山新太郎。好，很有精神。下一个原片是81电影制片厂配的音，当时配音演员的普通话也不太标准，再加上胶片年代久远，听上去就变味儿了。一开始只是字幕上的变化，有人配成了这种谐音梗的字幕。从你那儿开始，福冈县县立东多中学学生听准应聘。好，下一个东京府府立第一中学片山新太郎。好，很有精神。下一个岩手县县立平田一郎。然后就是混剪，剪出了一种前言不搭后语，像是精神出了问题的样子。从你那儿开始，没有劲儿，根本听不见，听不见。再说一遍，出来，出来！2个小时还想看云剑？是。从你那儿，东京府府立第一中学片山新太郎。好，很有精神。下一个是福冈县东京府府立第一中学片山村新太郎。然后是再一步加工，加上简单的小动画，做出了强节奏感、强娱乐性的爆炸效果。用网络术语说啊，叫做鬼畜混剪。从你那儿开始，福冈县县立东多中学学生听准应聘。好，下一个东京府府立第一中学片山新太郎。哇，很有精神。
表现，建立平田一楼。这段称为很有精神的名场面，在全网一共有数百个变种疯狂传播。很有精神变成了一种魔音。魔音和基因有很相似的地方，魔音同样要通过宿主，也就是人类进行传播。魔音也会变异、突变、竞争和遗传，每一个过程都会影响到魔音的繁殖力。繁殖较少的魔音会灭绝，而突变的魔音可能会获得更大的传播性。道金斯认为，魔音是信息的文化基因，魔音构建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精神结构。其后，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，基因与魔音本质上是一个东西。等一等，基因是物质的东西，魔音是精神的东西，基因和魔音怎么会是一个东西呢？时间来到1995年，美国著名认知科学家丹尼尔·丹尼特出版了一本前沿科学著作《达尔文的危险思想》。在书中，他明确提出，自然选择其实是一种通用算法，基因是这种算法中的一段段代码。基因的确可以看成是某种代码。基因里有4种碱基，英文缩写字母为 A、T、C、G， 是 DNA 分子的核心组成部分。不同顺序排列的碱基会产生不同的指令，每3个碱基表示一个氨基酸。比如说 ATG 的作用是启动蛋白质合成，称为起始密码子。GCT 是编码丙氨酸的 DNA 密码子之一。TAA 是停止合成过程的命令，称为停止密码子。这和计算机代码不是一样的吗？举个例子，在韩国的济州有一个传统的职业叫海女，他们的工作就是下潜到深海里去打捞海产品。过去没有潜水设备，海女就是憋口气潜入深海，憋气的最长时间可以达到2分钟。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。海女8岁开始训练，15岁就要求独当一面。据研究，海女由于常年在海下工作，她们的基因已经发生了改变，产生了一个降低心脏舒张压的等位基因。在济州岛人的基因中出现的频率是 33%， 而其他地区的频率仅为 7%。 这个基因使海女的心跳比正常人缓慢得多，低于每分钟60次。海女这个工作仅出现了300多年，也就是15代人，基因变异的速度远远地超越了认知。可见 DNA 能够反映种群经历了哪些选择性的生存压力。生物体内的 DNA 就是时间胶囊，整个地球环境如何塑造生命的历史全部都记录在 DNA 里。也许这才是生命的本质。基因的目标其实是传递信息，基因在传递信息，魔音就更是在传递信息了。这样看来，基因与魔音的确是一件事的2个面。所以这期节目的标题，我称魔音为人类的第2基因。现在问题来了，第2基因又是怎么产生的呢？时间来到1999年，美国认知科学家苏珊·布莱克摩尔出版了《魔音机器》一书。该书被认为是对理查德·道金斯魔音概念最完整、最深入的拓展，在跨学科领域中引起了大量的讨论和争议。布莱克摩尔认为，最早的魔音之一是语言，因为只有复制快、能广泛传播的因子才能流传下来，语言就符合这种特征。最早的语言魔音应该是非常简单的，音节少，语音明确，比如跑、饿、冷、吃、睡这些简单的动词和形容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声音变得越来越复杂，逐渐形成了语言的基本结构和规则。当人们围着篝火讲故事的时候，语言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，不再局限于眼前的具体情境，可以进行更复杂的推理，还包括对过去、未来、想象世界的描述。人类具备了抽象思维。这样看来，魔音是语言与大脑共同演化的结果。很多学者认为，语言魔音大概出现在距今10万年前。语言魔音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现代行为的开始点。如果说基因是为了传递信息，魔音就是为了加快信息传播而出现的。魔音一旦出现，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。道德与宗教开始在人类社会中出现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圣经里的10诫，其中有5诫是这样的：要信奉唯一的神，要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
不可做假证害人。这其实不就是5段魔音吗？我们熟悉的佛教中的因果报应、转世轮回等概念，同样是将道德观念镶入到了神圣的叙事中。逻辑是这样的，道德是有因果的，道德因果在宇宙秩序中，每个行为都会在来世产生果报。因为人人都希望升入天堂，害怕坏的果报，就会对自己的行为产生自律。这是一套可以跨代、重复使用、具有极强繁殖力的道德编程代码。在这些魔音之上，内容不断丰富，精神空间不断扩展，最终就形成了道德与宗教。道德是人类凝聚的基础，道德的出现太重要了，在此基础上，人类社会得以继续发展。时间来到2015年，美国学者约瑟夫·亨里奇出版了《人类成功之谜》一书，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，被誉为21世纪人类学和文化演化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。亨里奇的理论称为文化群体选择理论。他认为基因与文化是共同演化的，魔音反过来会影响基因。有一个例子非常棒，人类的基因原本是乳糖不耐受的，约11000年前，在今天西亚的土耳其、叙利亚、伊朗一带，最早的畜牧业出现了，有些部落开始尝试着喝牛奶、羊奶、马奶，这个魔音就迅速在其他部落传播。后来有的部落又开始将喝不了的奶做成了奶酪产品，这个魔音又开始传播。经过一代一代的演化，人类基因开始变化，身体产生了一个重要功能，称为乳糖耐受性。这就是一个基因与魔音共同演化的好例子。乳糖耐受是魔音与基因共同向有益的方向发展的例子，但也存在着不成功的演化。像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，王室因为长期近亲结婚，后代的智力和生理严重退化。从画像上就可以看出，这种显著的下巴突出畸形就是近亲结婚的结果。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查理2世身体有一堆的毛病，智力发育迟缓，语言障碍，骨骼发育异常。查理2世终身不育，没有后代，王朝也就灭亡了。究其根源，就是他们为了保持王室血统纯正，不与平民结婚的魔音。这是魔音与基因演化产生不良结果的例子。魔音的力量太强大了，它还造就了人类最复杂的社会结构——国家。为什么人类能形成几亿甚至10几亿人的国家？就是因为魔音让大家产生了某种共识。比如说，我是法国人，我们遵守法律，国旗是神圣的，这些概念可以团结毫无关系的陌生人，使大家成为想象的共同体。什么叫想象的共同体？美国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。美国是由移民构成的多民族国家，这个国家也没有统一的血统、宗教与文化传统，但是地球上有3亿多人自认为是美国人，说明哪国人这种身份是构建出来的，不是自然的。美国人的概念就是魔音作用下的结果。魔音与基因一样，它的本身并不存在好与坏，魔音唯一关心的是自己能否传播下去。但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，魔音的确有好坏之分。举几个好魔音的例子，比如大家都熟悉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，知识改变命运，人人平等，世界大同。这些魔音能够加强群体合作，促进知识积累，维持社会秩序，提升创新能力，对社会的发展有正面的作用。有一个魔音特别有意思，就是1748年本杰明·富兰克林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。这句口号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春雷，但是今天这句口号就有点过时了。时间就是金钱，把时间变成了劳动单位；效率就是生命，把人变成了赚钱机器。长期生活在这种价值观下的人，容易忽视生活本身的意义。今天我们更接受人是目的，不是工具的思想，这是现代人道主义、自由主义、人权思想的奠基观念。魔音就是这样，在一定的历史阶段，曾经是好的魔音，过了这个阶段，就有可能需要被反思、修正，甚至被超越。就像节目开头介绍的，很有精神。因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嘲讽，存在中日文化比较等因素，在网络上爆火。
但是现在啊，那些几百万播放量的节目已经没人看了，可见这个魔音的格调不高，生命力很有限，不能流传下去的魔音就会慢慢的被历史淘汰。坏的魔音也有很多，比如地平说、登月造假论、共济会统治世界、女子无才便是德、宁在宝马车里哭，不在自行车上笑。那些宣扬暴力、极端民族主义、反智、伪科学、崇尚消费主义、传播虚假信息与阴谋论的，都属于坏的魔音。魔音有好有坏，我们当然希望好的魔音能广泛流传，坏的魔音很快被淘汰。但是魔音是文化因子，是精神层面的东西，精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怎样才能淘汰坏的魔音呢？这就要讲到这期节目的最后一个论点，也是最烧脑、最难以理解的观点。时间要回溯到1948年，信息理论界的大神克劳德·香农首次提出了信息论。信息论我们已经讲过太多次了，为什么现在信息论这么火呢？因为现代科学观测这个世界最底层的结构很可能就是信息，也就是说，客观世界是由信息组成的。什么叫信息？香农给出了一个最准确的定义：信息的本质是消除不确定性。打个比方，一个杯子它是玻璃的，透明、反光、坚硬，内部有空间，适合装液体，可以用来喝水。当我们描述的信息越多，这个杯子就越确定，这就是信息的意义，消除不确定性。香农告诉我们，信息有熵的概念，信息熵越高，意味着信息越复杂，越难压缩，也越耗能，处理的时间越长。所以在大多数现实系统中，熵高就等于高能耗加低时效，这就给了我们一个观察坏魔音传播的手段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地球是平的，这既是伪科学，也是一个谎言。现代社会普遍接受地球是球形这一科学共识，这是一个低熵、高稳定性的知识结构，在信息传播中非常的平稳。突然，地平说出现了，有人开始怀疑卫星图像是伪造的，有人说地平线看起来是平的，有人说飞机从来不往两极飞，有人开始脑补阴谋论，向外星人封锁真相，或者 NASA 在掩盖真相。地平说打破了心理预期，认知门槛低，接受者将自己塑造成了反权威的觉醒者的形象，会被大量的复制与传播。这个时候，信息系统开始产生反应了，传播系统产生了大量的冗余信息与认知噪音，有关地球形状的信息过载，上下文不一致，逻辑冲突剧烈，反质询防御启动，网络系统的局部乱成了一锅粥，这就被称为信息的熵异常。哲学家汉娜·阿伦特曾经说过一句名言：真理只需陈述一次，谎言则需要无数次重建。在信息论层面上，可以理解为真话等于最短的路径压缩后的事实编码。谎言可费劲了，它不仅需要传递一个虚假的陈述，还要构建一个伪现实网络去支撑谎言的存在。维护一条坏的魔音，在信息网络中需要多少比特呢？可以看成是以下的公式。这就是坏魔音产生的问题，它既不节能也不高效，在网络中完全是垃圾比特。上面这一段可能不太好理解，咱们简单的总结一下。这期节目介绍了人类的第二基因魔音。魔音是智能的产物，是一种文化因子，一种可以复制传递的信息。基因的目的是保留和传递信息，作为第二基因的魔音同样是保留和传递信息，但是效率比基因提高了无数倍。魔音有好坏之分，它们共同塑造着我们的社会。在好魔音的驱动下，人类社会越来越正义与公平。随着信息网络大发展，熵异常检测机制会使坏魔音更容易地被识别清楚，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会逐步减弱。经常看我节目的朋友一定知道，我是一个科技乐观派，我总是喜欢用积极的、乐观的视角去看待未来。所以我认为 AI 主导的信息社会会构建一个新的魔音生态，在高效率、低能耗、熵优化的机制下，坏魔音越来越难以立足，而好魔音将更容易流传。基因的演化诞生了智能，智能创造了第二基因魔音，而魔音却是 AI 的唯一基因。这样看来，
由人工智能接管的世界，应该会发展为一个值得期盼的美好的世界，一个大同的世界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聊。